为了追一条200斤的大鲶鱼，2名潜水爱好者闯进了一个幽深的水下洞穴。几个小时后，只有1人侥幸逃出，另1人却困在洞内，生死不明。而这起离奇的事故就发生在尼卡杰克洞。尼卡杰克洞位于美国的田纳西河一带，南北战争时期，这里曾是一片开采硝石的矿山，后来随着附近河流水位上涨，变成了一片隐藏的水下洞穴。洞口宽43米，高6米，好似一块巨大的屋檐探出水面，被称为外洞。这里也是濒危物种灰蝙蝠的重要栖息地。往里走是一条超过1公里的水下洞穴，内部有多条岔路，并且淤积了厚达1-2米的泥沙。一旦水流被轻微搅动，便会搅起泥沙，导致能见度瞬间归零，几乎需要数小时甚至数天才能重新沉底。人一旦闯入，极易迷失方向。为了安全，田纳西河谷管理局在洞口安装了2道重型铁丝网围栏，告示牌上写明了处罚条款，但围栏挡得住守规矩的人，挡不住不怕事的人。1992年8月14日，大卫、亚历克斯、斯科特3人在洞里撞见了一条重达200斤的巨型鲶鱼，鱼叉刚一刺中，它便猛地挣脱，没入了黑暗深处。次日深夜，3人仍不甘心，又一股脑地钻回了洞里。他们虽然持有开放水域潜水证书，却从未接受过洞穴潜水训练。这一趟甚至连引导绳和备用气瓶都没有带。翻过围栏，亚历克斯留在外洞接应，大卫和斯科特套上普通装备就跳进了水里。2人沿着洞道一路摸索，找了将近1个小时都没发现鲶鱼的任何踪迹。但2人是王八吃秤砣，铁了心要往里游，完全没有意识到游动扬起的泥沙把水越搅越浑。渐渐的，气体已消耗大半。大卫看了眼气压表，立马朝斯科特打了个回去的手势。可此时的水质已浑浊不堪，加之没有带引导绳，2人在黑暗中逐渐迷失方向。几次尝试上浮，都只碰到冰冷坚硬的洞顶。眼看气体所剩无几，2人变得无比恐慌，在黑暗里横冲直撞，脚蹼带起的淤泥把最后一点能见度也吞掉了。混乱中，2人走散，各自游向了自以为是出口的地方。幸运的是，斯科特在气体即将耗尽前找到了出口，与亚历克斯成功会合，而大卫却误入洞穴深处，失去了踪迹。斯科特和亚历克斯在洞口等了半个小时，见水面纹丝不动，于是立马报了警。很快，80多名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。让人傻眼的是，没有1个人有洞穴潜水资格。凌晨4点，总指挥认定大卫失联超过4小时，气体早已耗尽，没有生还的可能。本次行动由救援改为打捞。凌晨6点，2位顶尖的洞穴救援专家莱恩和库里赶到现场。他们找来了一张1962年绘制的洞穴测绘图，发现洞道的好几处岩顶高于水位，必然会形成气穴空间。而人被困在漆黑的水下时，本能反应就是往上游贴着洞顶摸。如果大卫的运气足够好，便有一线生机。可不管莱恩和库里怎么说，总指挥都不买账，甚至不耐烦地丢下一句话：这是水上救援，不是洞穴救援，轮不到你们来插手。听起来，总指挥是个啥也不懂的草包，实际上他有丰富的开放水域救援经验，深知洞穴潜水救援的难度和风险有多高，稍有不慎就可能再搭进去几条命。正因如此，他不愿为了一个渺茫的希望，再把更多救援人员推入险境。一时间，救援陷入僵局。莱恩和库里不敢耽搁，立刻通过自己的人脉联系上了联邦管理局的官员马克。过去他们曾多次联手参与救援，彼此知根知底。马克赶到现场，听完双方的意见，也陷入了两难。可当他看到大卫的家人整夜守在警戒线外祈祷时，还是被深深触动了。最终，他推翻了遗体打捞的判断，将行动重新定性为活人救援。见总指挥仍有顾虑，马克只淡淡说了一句：我们的职责是协助专家，而不是对他们指手画脚。马克接管指挥权后，第一件事不是派人下水，而是直接联系了田纳西河管理局，要求启动大坝放水，降低水位。
这不是一个小动作，上下游多座大坝都要同时配合，大约150万吨的水需要重新改道，整个田纳西水电系统跟着调整。这套流程下来，整个河谷损失数十万美元。可面对一条可能还活着的人命，马克最终还是选择启动放水。不到1小时，湖面的水位下降了35厘米。经过计算，洞顶会出现一条5厘米左右的空隙，足以让外界空气灌进去，给大卫续命。随后，马克立刻安排莱恩和库里下水救援，两人仰着头，贴着洞顶，一路往里探查。才进去没多远，一只巨型生物从黑暗里擦身而过，两人当场僵住。这可能就是大卫追捕的巨型鲶鱼。好在它没有攻击，只是一个摆尾，重新没入了黑暗。两人这才重新稳住呼吸，继续往前搜索。中午11点，洞穴深处传来一阵微弱的岩壁敲击声，两人顺声游去，果然在一个狭小的气穴里看到了大卫。他在这里撑了整整17个小时，嘴唇发紫，皮肤苍白，双眼涣散。莱恩和库里的灯光出现的瞬间，大卫缓缓抬起头，有气无力地问了一句：“你们是天使吗？”幻觉尚未消退的他，以为自己已经上了天堂。在2名天使的搀扶下，大卫终于钻出了洞口。爬上船后，他仰面躺着，任由阳光一点点落在脸上。那一刻，他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：活着真好。上岸后，警戒线外的家人冲了过来，将他紧紧抱住。那17个小时里发生的事，大卫后来在采访中一一道来，每一个细节都比外界想象的更接近死亡。他说，最难熬的不是黑暗，不是寒冷，而是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。和斯科特走散之后，就一直往前游，气体耗尽的那一刻，本能地往上游。突然，头顶碰到了一个气穴，他拼命挤了进去，但气穴太小，没有任何支撑点，只能靠背心和不停踩水才能让口鼻浮在水面。一旦停下，就会沉入水中。剧烈运动让他喘不过气来，二氧化碳不断堆积，头痛和幻觉像潮水一样涌来，体温和体力被黑暗一点一点抽走。同伴是死是活，他不知道。黑暗里只有水声和自己越来越沉的呼吸。时间在黑暗里失去了意义，他只知道自己还在踩水。不知撑了多久，忽然感到一股气流从某处钻了进来。他以为那是临死前的幻觉，没有在意，直到灯光出现，他才知道那不是幻觉。从洞岛失联到阴差阳错撞进气穴，再到莱恩和库里的坚持，以及马克最后的信任和拍板，这中间只要任何一个环节稍微错开一点，大卫都不可能活下来。离谱的是，这些本不该同时发生的事，偏偏全都撞在了一起。要不是这起事故真实发生过，恐怕连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。后来，人们把这场救援称为蝙蝠洞奇迹。而在那之后，田纳西河谷管理局加固了洞口防护栏，增设了高压电网和监控设备，将这座洞穴彻底封闭。